那是为了充血，就是冲哪边的血？冲。Damian 是从美国回来，他一直有一个梦想，他就是想要开一间餐酒馆，发展自己的事业这样子。他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个让他很心动、很感动，然后又很想付出的一个小男孩。到底是谁？我3岁。那你呢？好，我是杰利。杰利，算是比较一个小男人吧。对，他就会去，因为像他就是我们组成同志家庭之后，然后有了小孩，然后我都是负责照顾小孩，帮他把屎把尿。然后他就是在外面打拼赚钱，回家的人这样子，很棒的另一半。很喜欢这位可爱的导演，对，是我觉得合作这么久以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舒服，然后很懂演员，也很懂演员本身私底下跟角色的一位导演这样子，因为他很 take care 大家。因为我有时候比较是一个没安全感的人，然后导演就是会去跟我聊天，然后去开导我，可能去提醒我一些，其实杰利他可以去做什么，然后你可以试着去做，或者是我有想法的话，我也可以跟导演沟通，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对，其实我还蛮喜欢跟导演这次合作，然后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也让我去玩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其实最主要就是心理层面上自己要调整而已。其实功课倒还好，因为也这么年纪这么小了。我跟身边蛮多同志朋友，他们都会去聊天，然后去观察他们，就是去寻找杰利这个角色的影子吧。可是其实到后面会发现说，其实像杰利这个角色的话，他其实就跟正常人一样，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就是因为他喜欢的是男生而已，就这样。因为平时我们自己各自都有健身的习惯，所以基本上没有太过去 care 这个，太过去注重啦。主要是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感情上面，对，把完全自己100%的感情放在他的身上这样子。至于那个表面上的东西就比较没在 care。但是你是有偷做我弟弟？我有。你是在爆料吗？没有爆料吗？不是，那是为了充血，就是冲哪边的血？冲胸部的血啊！冲胸部跟手臂的那个，希望它看起来比较有一个 form， 就是一个形在那边。其实印象最深刻就是床戏，对，因为我其实真的没有拍过这样子的床戏，也没有这么入骨的床戏。然后我只记得拍完之后，我就是整个晚上是没办法睡觉的，就是我脑里都是他的影子这样子。然后不是就是很生气又很就是我要睡觉，你不要打扰我那个感觉，就是走开就走开。然后隔天就是5点半的通告，我想我不用睡了，就是眼睁睁的就是这样到5点半。没办法睡觉。不是走餐酒馆外面那一场嘛？我觉得那一场，因为那个画面拍的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因为那时候我有去看一下，对，因为其实我通常是不太看自己的，对，所以说我真的觉得自己太不正常，我来看一下。然后我那天就意外的就看一下，我就觉得，哇，你有不正常的时候吗？有啊，你不知道哎，好，气泡酒吧，香槟吧。就是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杀伤力啊，可是喝了之后，就是那个后劲很强，就这样后劲很强，它的那种给人看了之后的感觉会是这个样子，所以要细细品尝。就是我跟姐姐一起直播那一场戏，因为那时候她桌上就有一把刀，然后那时候她是要跟 Damian 微吵架，她要这样子戳在桌上。然后看 Damian， 然后 Damian 走的时候，然后姐姐要看我，我就默默的赶快先把刀拿起来，飘走，太可怕了，不得了了，还要代替 Damian 受罪。
导演选的角色其实都还蛮厉害的，不管是姐姐啊、陆嘉欣啊，然后小八、天伦导演、泰辣等等，我就觉得他们其实在整部戏里面都给了我们丰富了我们这部戏的很多很多的空间。因为我们两个除了恋爱之外，其实很需要他们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火花，让人刺激、兴奋、开心。凯凯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天生演员啊。因为刚开始他这是他第一次演戏，刚开始他其实也抓不到什么叫做演戏嘛。可是到后面后半段的时候，他其实真的知道自己在演戏。每次看到他都要跟他先 high five 一下，对，就是增加一个信任感吧。因为其实有时候小孩在面对陌生人，他们可能会不习惯，然后会排斥。可如果当你跟他有一些多的肢体互动，从这些小细节、小举动，然后来去接近他，然后跟他先从朋友当起。这是爸爸说你最喜欢的。哦，答对了，好聪明啊！酷盖爸爸即将上映，快上嘎嘎乌拉拉注册会员吧！